我的孩子今年40岁，没结婚，没对象，也不想要孩子。我这一代人可能是家族的最后一代。这不是虚构，而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中国最发达城市上海的真实写照。当街头越来越听不到上海话，当老弄堂的孩子不再打闹，当80岁老人躺在养老院里望着空无一人的窗外，这个世界级大都市正被一种最安静却最致命的方式慢慢掏空，没人再愿意传宗接代了。2023年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.6， 全球最低之一，低到令人发指。这意味着一对夫妇连一个孩子都不生了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代人只剩下1/3的人在延续。2024年，即便略升至 0.72， 也依然只有维持人口更替所需 2.1 的1/3。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里，这个数字不仅危险，甚至预示着一座城市的种群退化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23年上海全年出生人口仅 9.8 万，死亡 15.8 万，自然增长率 2.42千分号。哪怕2024年出生人数回升到 11.8 万，也依旧比死亡人数低了将近4万人。活人越来越少，死人越来越多。有人说是经济的问题，有人说是婚姻制度的问题，但对上海人来说，根子更深，是对未来本身失去了信心。根据官方数据，2024年上海一孩率高达 70.2%， 二孩仅 25.4%， 三孩近乎为零。女性平均出育年龄已推迟至 31.66 岁，比10年前晚了将近3年。结婚登记数从2013年的 14.95 万对暴跌到2022年的 7.2 万对，几乎腰斩。2023年结婚登记跌破700万对，创下45年来新低。2024年更惨，仅剩 610.6 万对。这些数字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不是上海人生不出来，是压根不想生。财经博主小咖说爆料，他认识的一批50后朋友，孩子全在35至45岁之间，结果一半以上未婚，哪怕结婚了，也明确表示不想要孩子。甚至很多父母自己也劝孩子不要结婚，说麻烦少，痛苦少。上海本地人的观念变了，传宗接代不再是一种责任，而成了一种愚蠢。知乎和微博上早已沦为年轻人发泄的出口，刷一圈你会发现，每一个不婚不育的背后都是一堆炸裂的数据。房价2024年上海新房均价依然高达 6.2 万元每平方米，市中心地段逼近10万平，一个60平米的两居室动辄600万起步。教育焦虑，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，普通家庭预计要花掉200万元人民币，还不包括国际班、留学。职场内卷，2024年应届毕业生失业率接近 19%， 外企撤退，国企裁员，民企低薪，工作能吃饱就不错了，谈什么育儿？独生子女困境，80后、9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，缺乏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经验，对婚姻加孩子天然恐惧。这些结构性压力的交织，最终逼出了一个冰冷的选择：我一个人活着都够难了，还生什么孩子？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，我住的商品房小区几乎没人讲上海话，我儿子从小听的是普通话、英文、编程语言，上海话一句不会。这是因为真正的上海人在慢慢消失。根据市民政局数据，截至2023年末，上海60岁以上户籍人口高达 581.56 万，占比超过 28%。虹口、杨浦、崇明这些地方，老龄化比例更是突破 45%。未来10年，这些老人将逐批退场，而年轻人却没有跟上来。被拆迁送去郊区的本地居民，低生育率，外来新移民的同质化融合，正在让上海失去它的地方文化身份。
再过10年，上海或许还是那个上海，但已经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了。更可怕的是一种断代型文明终止。小咖说曾预言，50后、60后是中国最富的一代人，他们买了房，有存款，有股票。但等到他们老去，发现子女不结婚，孙子不存在，这些财富就成了无主之地。根据艾瑞咨询的报告，到2035年前，中国将迎来一波高达100万亿人民币的家庭财富转移潮。然而，这个过程不会平稳，反而将引爆大量的继承纷争、独生子女死亡、继承权归谁、法律真空、重组家庭、老年再婚、子女未婚亡故等情况愈加复杂。养老危机，无子女照顾，只能依靠社会机构、政府负担爆棚。这是一场静悄悄的灾难。当一代人老去，却发现自己是家族的尽头。上海只是中国未来的一个缩影。人口学专家李建民曾形容中国现阶段为一个庞大的国家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从年轻人太多走向年轻人消失。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仅902万人，连续第2年跌破1000万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。同年死亡人口为1110万人，总人口减少208万，是1949年以来首次连续2年人口负增长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出生人口预估不足830万人，跌幅接近10%。而这场人口雪崩根本看不到任何刹车迹象。多项预测认为，到2035年，中国总人口将跌破13亿，到本世纪末可能降至8亿以下，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正在用30年时间快速退回半个世纪前。不婚、不育、不恋爱，并非颓废文化的宣言，而是现实压力下的自我保护。高房价压断生育的脊梁。2024年，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，超过60个城市新房均价仍超过2万元每平方米。尽管房住不炒喊了多年，但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依然居高不下，北京、上海高达27.5倍和26.7倍。中产家庭买完房之后，已无力再承担教育、医疗和抚养孩子的高昂费用。在小红书、知乎、豆瓣上，大量年轻人直言，结婚、生娃、买房是3座大山，我连1座都扛不动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青年失业率达 17.6%， 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。互联网行业裁员潮持续蔓延，从百度、阿里到小红书、滴滴，无一幸免。年轻人毕业后薪资普遍在5000至8000元，但生活成本却以月1万元计。很多年轻人嘲讽道，娃不是不想生，是养不起，一生就一贫如洗。根据中国家庭育儿支出报告，2023年中国城市家庭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平均需支出48万元，若加上培训、留学、兴趣班，花费可达150万至200万元。鸡娃成为主流文化，家长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内卷，而这一切都以焦虑为燃料烧钱。面对这些压力，许多年轻人开始理性退出生育市场。正如微博一条热评所说，生孩子就是把一个人拉进这场地狱般的竞争里，我良心过不去。过去人们说传宗接代是义务，但2024年的年轻人说，生育不是义务，是奢侈品，是豪赌。于是丁克主义断金文化废柴养老成为了新共识，不婚不育保智力，不养孩子保存款不再是玩笑，而是严肃选择。B 站上丁克 Vlog 播放量超4亿次，小红书上井号不婚不育生活井号相关笔记突破160万篇，微信群、豆瓣小组涌现大量终身不婚互助群、独生养老联盟。
整整一代年轻人正在自愿退出社会最底层的生育系统。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，它不砸铁，不喊口号，只是悄悄的不结婚、不生育、不陪父母。但代价是整个国家失去未来。未来会发生什么？小咖说，预言了这样一幅景象：街头不再有婴儿哭声，只有孤独老人轮椅相扶；学区房变成空房子，连学都招不满学生；地铁变得越来越冷清，一节车厢里坐满的是老年人；城市变成了银发帝国，年轻人成了稀有资源。而这场社会性的空洞化将从3个维度毁掉中国。老龄爆炸。根据中国老龄协会数据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.97 亿，占总人口的 21.1%。到2030年，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，占比将超过 30%。老年抚养比从2010年的 12.8% 上升至2024年的 23.7%， 养老金缺口将高达8万亿人民币。城市空心化。吉林、辽宁、黑龙江、河北等地2024年竟迁出人口合计超900万人。3、4线城市由于出生率崩盘，小学、幼儿园大量关闭，经济开始萎缩。土地财政告急，消费需求下降，房地产行业陷入死亡螺旋。产业萎缩。年轻劳动力缺乏，导致制造业用工短缺，超3000万人。传统产业如家政、建筑、制造，因为年轻人不干，老年人干不动，陷入断层。科技产业无法升级，创新力下滑，新质生产力成为口号，难以落地。当没人肯工作，没人消费，没人接班，中国就不再是中国。从上海到全国，一场正在加速的文明终止。一个连孙子都不再拥有的民族，注定会在历史中慢慢被消音。今天的上海是中国的预言，明天的全国将是上海的重演。